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多安全，基建有多好，吃的有多好，好像是有这个目的的。中心思想就是不要出国，不要去马来西亚，因为你在马来西亚的所见所闻不如你在中国。你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我都已经为你探过路了，把这个钱省的在咱中国花不好吗？不香吗？最近很多中国游客啊，据王太你和杨哥你们都告诉我说，哎呀，他们发了各种视频说大马旅游怎么不舒服，怎么不好，总之就是挺嫌弃的，看不上在大马是吧玩。我们观众也会在评论下面提示我们去看一看。是吧？最近这个风浪挺多的，中国游客免签来了大马之后，哎呀，你不是说带着这个满心的欢喜回去啊，而是就是边吐槽，然后边愤恨的广而告之说马来西亚这不行，这个那个不行，所以大家这个慎来马来西亚，慎选。都是这种标题说实话，我对这种负面呢挺天然屏蔽的。虽然在彭亨游玩的时候啊，杨哥就抓着我录了一节，这罕见的理性客观的杨哥边聊边特别激动甚至开骂说你们穷就不要来了什么什么。哎呦，我说杨哥你怎么那么生气？其实当时我跟他聊，我还不是特别理解，而且呢，我们只聊到一些层面就是某一些层面是一个 A 面。虽然也讲到说和素质态度眼界有些关系，但我总感觉还不是特别深入，因为我没有去了解。那天我听你讲了讲，你也是挺激动的，在那路上一路跟我讲，你看有人居然这样说，有人那样说，你先跟我们说说看好吧，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我听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这些讲法。那马来西亚来吐槽基本上可以分为几大类第一个是分类了关于这个基建，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基建不行集中吐槽的点呢，就是说，在马来西亚竟然没有人行道。这个实在是让我没有想到，我也是黑人问号脸，就没有人行道对他竟然是一个这么在意的事情当然这些人吐槽说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走到了高架上面去，然后发现是人不能走的。我觉得这胆子也真的是够大哟。这个杨哥印象也很深，他也跟我提到了。那杨哥的 argument 是说，我们早就发展汽车行业了，你偏要到马来西亚来走你不热吗？或者你不理解我们的发展史这是好他是不理解发展史，因为他在后面就集中吐槽他说这个开始控诉马来西亚的交通规划管理、城市管理职能部门。这个过分了。他说这个也不知道是城市管理部门是怎么想的，不规划这个人行道，这个是你看中国再小的城市里面都有人行道他肯定是没有想到，人家很早就开始有汽车了，对吧？人家就是要这个发展当时的国内汽车行业，对吧？还有没有想到现在时至今日了，就出行依然靠走这种思维模式是深深的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这个脑海当中的。好，我们先了解这个是基建类的是吧？对。好，等一下我为你展开特别好。还有什么？开始吐槽就说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不能走，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指哪一家了，对吧？说这个吐槽的原因非常多，基本是两类说空调冷的要命。就是空调上不要钱的。我这个心想，这个不是我们在国内航空公司这个东方航空我们求而不得的这种冷气效果吗？对，我们恨不得避免做东方航空，就是怕热的要命是他们这个冷的寒彻心骨这个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些人是不太具有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疫情几年也没有出去或者说是从来没出过国吧。他对这个外国廉价航空公司是不是特别了解？他的这个思维还停留在说我上了飞机我今儿带也毯子来，他没有想到廉价航空首先毯子是要花钱买。他都没想过自己花了多少钱去买这张票这个不用算的。他认为 anyway 就是我买的钱是因为我会赚，而就是省钱小能手，然后他觉得我就是 everything 我就是应该是统包了。结果没有想到你这个租这个毯子25马币那也就算了，竟然还有人出国1分马币他都不换的，这个就只带着中国人民币出国的这个游客这个我也是觉得这奇葩，真是奇葩。明白了，我又听懂一点了。好，还有什么类我们也把它反吐槽回去还有就是还有一点是比较重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廉价航空公司他认为是歧视中国人，对中国人双标。我一听这个要命这个帽子很大，对，起得很高这个调门是然后他说是什么样？他在马来西亚的机场，他说这个廉价航空公司规定每个乘客只能带一个7公斤一个，记住 piece 是 one piece， 然后总重量是7公斤的。我这次特地看了是1+1是1+1不能超过7公斤吗？No way， 他说人家就是针对他说带着1件行李，他2件都不行，所以他只能把手上第2件行李去外面又花钱托运了。所以呢，当他这个非常
非常沮丧的，他跟人家这扯了很半天都没有办法说服他的情况下，走进这个海关，发现其他人竟然都是一手提着好几个，也没有人管，就他一个中国人是这个遵守了这个规则，被人家刁难了。哎呦，他是在哪里啊？这时候他又变成唯一的中国人了。对，我也在想，诶，这个2件只能带1件，这个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但是行李称重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浦东机场这个马来西亚廉价航空公司这边也是这样严格执行的呀。是。对，肯定是都一样的嘛。我们上次不是看到一个西方人也是被要求还要检查里面的东西啊，怎么样？啊，对。然后好玩的就是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你在马来西亚千万不要听这些廉价航空公司的这种歧视性的忠告，你就该带几件就带几件。还有什么类别吧？我们讲了5分钟了，你想想看。还有就是当时说那个马来西亚吃的不好，我们以前也做过节目嘛，说这个东西甜的。然后香料味很重，这个辣味很重。然后你说人家第一次出国吧，非要挑战自己，到一个马来档口或者印度档口来吃一点东西。对。然后第4点就是吐槽说，在马来西亚旅游感觉非常不安全，记住啊，是感觉不安全。他说走在路上感到有很多的难民。我觉得他好厉害啊！他有这个穿透的火眼金睛，立刻就能够通过人家的这个皮囊看出人家是难民。好了，不行了，我忍不住要反驳了。我觉得毕竟啊，我们俩是夫妻啊，我跟杨哥不是夫妻啊。他跟我讲到这些故事啊，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这些那我听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你现在一讲或许是这个原因，就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你知道着重点是什么。我现在听出问题了。我当时还问杨哥，我说杨哥，我也理解啊，其实我们也说不了太多了，这个确实很多人是没素质了，那你怎么会这么生气啊？杨哥的 point 是说大家的脸都是华人，如果你这样的话，像我们出去旅游经常被人当成中国人，他说也一样歧视，他说拜托都是华人，你们争点气好吧。其实呢吐槽本身，或者你好好说，有礼貌的说，我相信别人不会这么生气的，尤其是马来西亚人，你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如果发在国内平台，早就不知道被喷成什么样了。现在我真的听懂了，就他这个结论不单单像我跟杨哥聊的态度不好，没有好好说，不太懂得怎么谦虚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拔高自己。然后呢，你站在自己是一个什么这个非常高的角度去给别人提出建议。另外呢，你昨天讲了一条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多安全，基建有多好，吃的有多好，好像是有这个目的的。对啊，我一开始听第一条觉得火很大，听到后面之后我忽然之间悟到了，就是咱们这么多年中国的这个阅读理解这个教育我一下子就拔出了他们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就是不要出国，不要去马来西亚，因为你在马来西亚的所见所闻不如你在中国。你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我都已经为你探过路了，把这个钱省着在咱中国花不好吗？不香吗？所以他这么一发在那些不太讲究整个文化氛围的什么小红书这些平台上，就导致什么？看的人那些可能都没出过国，根本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看的暗爽，他符合他们那种说厉害啦我的国这种心态，然后呢又让马来西亚人看的呢特别不爽，因为他在这么高的层面去贬低别人，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感觉就是说，就是这些人他抓住了其他人的另外一种心态，因为毕竟在我们从90年代初80年代末开始，大家就有一个叫出国热，出国见世面。什么叫出国见世面？就是觉得国外的这个月亮都是圆的，觉得国外一切都比中国好了。对。出国的意义就是为了看比中国好的东西，对吧？现在倒过来了，因为非必要不出国。为什么大家都被抑制住了这个出国热情？再加上出过国的人回来说，中国比外国好多了，中国比马来西亚好多了。你这个钱干嘛要出国，对吧？正好符合了我们某一些主流思想，希望大家把钱在中国留在中国，对吧？非必要不出国的这样一个需求。你这个讲的我觉得是对的，这个只有中国人可以意会出不了国的人，然后一看这些视频，觉得说是吗？对吧？有什么好去嘛？这个不去在中国玩一玩也很好嘛，走走人行道多好呀，吃吃榨菜，对吧？这个确实是，这个真的是只有中国人能懂。而且你发现有时候
官方它也会慢慢的有这种主流意识，在官方的宣传平台上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已经很好了。这个过去的10年一直宣传的是，哎呀，中国已经很好了，国外西方慢慢的没落了，有这种宣传基调嘛，对吧？都是这样。哎，对，那就导致说，哎，他们其实也是去抓这样的主要的脉络。以前嘛是没出过国，见识世面，发现大家都觉得国外好以后呢，哎，这个叙事的逻辑就变成说，其实国外一点都不好。我发现这种说法就特别流行，像我们以前刚出国的时候，不就经常说美国乱得很，哎呀，什么街区里面治安差啦，哎，什么到处就是基建又太落后啊，是一样的叙事逻辑啊。是啊，还有你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明大家钱袋子少了，很简单，这个穷家富路。现在你在这个路上，你想想看，出了国不舍得打出租，要坐公共交通。然后现在大家转向联航，这不都是很明显的，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消费降级，对吧？咱们一开始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坐的都是这个马航，对吧？现在不也是亚航真香啊，实在是价格太便宜了。然后我记得以前杨哥跟我说，他在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住的都是最普通的，就是越便宜越好的那种民宿，100来块的嘛，我们都是。他出国去的时候，他一定会住5星级酒店，因为他觉得说到了一个新的这个地方，一个是享受，对吧？出国旅行就是享受的心态，就是花钱的心态。有点道理啊。第二个就是他可能觉得陌生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稍微星级高一点的酒店，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不用出去逛，我在这个酒店里面也可以感觉就非常好。就大家可能马来西亚人的心态，出国就是不要去讲究省钱，咱中国人不一样，咱们把这个艰苦朴素的精神带到了旅游之上。所以你的结论是，反而暗含的是，就是确实就是钱包不鼓了，经济没那么好了。对的，钱包不鼓了。还有就是说，他能去的国家选择他也不多了嘛，但心里面总是觉得不爽。我这个美国的签证可能直接被拒了，对吧？这澳洲签证也被拒了，马来西亚免签我来一下，但是心里面还是带着一种感觉，就是哎呀，我是就是宠幸你一下的这种帝王心态，你知道吗？然后看什么都不管。这种帖子真的就是它流传的很广，然后呢，暗含官方和民间的一种情绪。但我想讲点积极的，就还是强调这个用生命影响生命。有什么东西是积极的呢？我劝大家就是不用生气，因为你根本不用当真啊。他们既不懂不理解整个世界是怎么样的，马来西亚的魅力是什么，也不值得我们去跟他说。好像我们一条一条去反驳我觉得根本就意义不大的，因为他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发一条耸人听闻的帖子，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引起流量。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目的。还有我当时也是现在理解他们，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吃榨菜，出去步行，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这个最好这个空调不能太冷，永远26度的话，他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他的真实写照，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咱也就尊重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不必以他的生活方式对照咱们这个马来西亚，你会觉得说，哎呀，马来西亚不是这样，就每个人就让他去吧。你看他刻意的找的这些角度，他来写这个帖子，就他的目的其实在这个帖子上他的旅行我其实可以从我的经验来说，我们身边来过马来西亚的，不管他的看法是不是正确，他是不是认识到全部的事实，但他整个体验是很享受的，这个还是大多数我认识的人里面那么你要知道他是选择让他自己不开心，选择让自己在这个比较当中感受到了失落。我跟你说，不快乐的人选择了不快乐，我们尊重他的权利。我们说一点其他平台可能都没说到的我们中国人可以 get 到的，我就说他有可能他整个旅行就是愉快的，他存心就挑的一些东西，刻意制造这些东西发在网上。OK， 这是我的想法。这个只有我们能够 get 到。包括我跟你讲，我最近看 X， 那个老周很美，他是马来西亚人，其实我觉得他也不那么懂中国人。他说你看，最近不是说宗庆后是美国籍吗？他不停的在发帖说，你看这些小粉红，这下伤心了吧？这下你们不知道如何自处了吧？其实我觉得不用，大可不必真的那些发视频说什么我喝农夫山泉，我再也不喝娃哈哈，现在说我不喝娃哈哈的人
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发视频，但是影响很不好，就导致大家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变态啊、疯狂啊，像发了疯一样。我实际的体会，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认真过日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感受，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只不过他们不发声，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也想说点这种积极的东西。OK， 真诚的觉得我也挺同情这些人，来了我马来西亚觉得不爽，会有因为在这个飞机上面借不到一条毯子，自己没有这个对马币，然后换不到这个25马币去租一条毯子，他会留下这么深刻的这个冷的这个印象，以至于他的这个回到中国之后，他还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大说特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因为了解马来西亚嘛，我们可能就可以跟人家邻座的这些马来西亚的乘客商量一下，能不能借我25块钱，我下了这个机场，我直接换了就立刻换给你。变通的方式总是有的，不是那么一条道走到黑的。是啊，真的，如果这是他真诚的体验，虽然我认为他都是演出来的，把这个写出来博取眼球。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人比较可怜，因为他好像做什么事儿到哪里都充满了各种不幸。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旅行的路上啊，是一个周六早上的小小的一个微旅行。我们要去哪里啊？波德森是吗？波德森叫 Port Dickson。其实10多年前，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Alang A-L-A-N-G， 然后那个叫亚兰，就是它的名字，在马来语当中是木炭的意思。怪不得我 Google 上面打了 Port Dickson， 然后出来就叫 Alang 是吧？亚兰，对，它其实就是木炭的意思。然后它城中呢有很多华人在甘蹦里面有一些马来人，胶原的附近又有很多印度人。光这么一个改变名字的故事啊，我问了一下，看了一下网上啊，他就说啊，这就代表了一个你看英国殖民。移民奋斗以及呢现代旅游转换的一个故事。因为它那边名字就叫木炭了，它那原先也有海边的红树林，生产大量的木炭，这也是马来西亚比较主要的以前的一个产业。现在就是在不久前都还有一些木炭的这个红树林去做木炭的嘞。我想烧鸡翼，对的，用这种所谓红木，就是这种红树林的木。然后它是在海边呢，然后最近被宣传成就是吉隆坡这个像后花园一样的一个度假胜地，快点去看一下吧。是的，我觉得那里应该很吸引人啊。它有漂亮的海滩，有什么游艇俱乐部，有养鸵鸟的地方这个有陆军博物馆。其实那边乡镇据说也是很好玩的，它是一个波德森县呢，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去住一下，觉得。好的。OK 啊。